好了，各位亲友啊，大家新年好哈！虽然春节假期已经过了，但是还是在年里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新年新气象。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想新气象应该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新气第一个，勇气，勇气当头，新的一年勇气当头，马年嘛，马到成功。第二个呢，正气，说正气护身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第三个呢，清气清，干干净净你干干净净的，那么你就事业就很顺利第四个静气，安静的静，是平和安详自然端庄。第五个灵气，钟灵毓秀人才辈出，家里面人才辈出下面第六，大气，叫心胸宽广，志存高远，大气能纳福第七个气是福气，福气满满，好事连连。第八个气贵气，就是通过我们的修行修炼我们的人格高贵人神敬仰。然后呢，第九个气呢和气，我们都要练一个和气，和气生财，家和万事兴第十个就是元气了，要元气满满，身体康健。然后呢，第11个朝气，每个人都要有，不管多大岁数都要朝气蓬勃，让整个家族都跟着兴旺起来。第12个气叫喜气，喜气洋洋幸福美满一口气一个12口气送给大家愿他们成为我们新的一年里面的底色。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就讲过一个什么内容呢？一个特殊的内容叫留白今天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留白展开跟大家说一说其实这个假期，你看我们工作忙了一年了，现在春节假期，这个假期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老天爷给我们生活的一个留白。生活忙碌了一年了，忙碌到最后这个时候不工作了就过春节了。这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留白的过程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留白是什么呢？过去曾经讲过，说文学艺术创作中，特别是书法、绘画、雕刻这个创作中呢，用什么呢？它主动的留出一个空白。我们看那个书法，看中国画，往往都有大片的这些留白。这个留白是干什么呢？就留了一个空间让这个观者，让读者去想，就给大家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。过去我曾经还举过这样的例子，比方说我们听小说，小时候听小说，在那广播底下听小说，听那个岳飞传，说岳云和金蝉子对锤，岳云那个锤咣一下砸下去了你就渴望着把金蝉子给打死了。这是小时候就这样嘛。可是呢，这个今天到此为止了，这玉听到底死没死结果如何，等下回分解。那这从这一天等到明天中午再听着广播之前这段时间就开始琢磨了，到底砸没砸死。小朋友在一块就开始讨论了，有的说一下砸死了，有的说还没有砸死，还得砸2锤，等等等等，就给你很这个想象的空间，或者说吊你的胃口吊你的胃口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个空间给你想象的，但你想一想这个假期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，就在2个工作时间段中间留了一个白，它就像是一幅画。一幅画，工作是浓墨重彩的描绘，假期呢是恰到好处的空白。如果没有这个空白，整幅画显得很拥挤，那时间长，人天天工作，你就显得很窒息了。那个画的太满了，你就看到处都是，你就显得很窒息。那么放假的时候，特别春节的假期我们回家团圆，走亲访友重温乡情，都是在给生活充电，也是给生命这个画卷怎么样留白。留白可以说是非常高级的这个智慧。我们再举一些留白的例子，大家去领会它我们在那公众号里面我那个也附了一张图，这张图呢就是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。就整个图整个这幅画就是一条小船，一个人，你看旁边有几丝的水线，就在这钓鱼呢。
虽然只有几丝水线，可让你感觉什么样？满纸都是浩渺的烟波。所以空白啊，它不是没有，而是留给想象的那个无限的空间。那个书法讲究记白当黑，它全部写满了，那就不好看了。甚至有的一笔，这一个竖中间，它还会有留白。你设计更是这样，现在搞很多房装修设计啊、园林设计啊，都有什么叫少即是多。你看我们手机，特别是华为手机，关机之后打开的时候，打开整个一片是黑的，然后突然的中间一条字儿啊，拼音字母华为出来。你想一想这个大片的空白，只为了什么呢？凸显那一小行的字儿，一行小字儿。这个大片的空白是什么意思呢？大片的空白让你头脑完全怎么样？好像清空了一样。这个大片的空白让你头脑也变空了，可突然之间中间一行小字儿，就这个时候让你所有的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个小字上了。周围那小字怎么才能让人集中呢？因为周围有大片的空白。如果周围有很多别的字儿，那这个中间这个小字儿那就不显眼了。所以这个留白，这个白是为凸显什么呢？为凸显有。所以这个留白就是通过主动的空来凸显那个真正的有。说无中生有嘛，那在锻炼中这用处就很多了，待会儿我们再讲哈。说无声胜有声，无物胜有物，那个无声它也是个白，可是有的时候恰恰是那个无声才让你的心灵你的心里面翻涌。这无声胜有声，无物胜有物，你看不到任何东西，可是你心里又觉得好像又拥有很多东西。在生活中这种留白的智慧随处可见。大家想一想平常我们经常会这样说你说话不能说满了。不能说满什么意思呢？说满了就没有空间了，你要留个空间，说留有分寸，留有余地。不能够说满了。你说满了之后怎么办？没有回旋余地了。就说满了是干什么呢？给你的认知留空间，给你的能力留空间。什么意思呢？你认为什么事就是什么事，说满了，可是你的认知可能是什么？很狭隘的。你别说满了，就给你的认知留了空间。你说我这事我都能干，我怎么样，我100%我可以。那可能有时候你可能就不可以。怎么办呢？我不去说满，给我的能力留空间。我能力可能达不到，给他留有空间。说事儿呢不要做绝了，一做绝了，说事情没有回旋的余地。你给个余地是什么？余地也是空间。说福不能享尽，要给后人什么留福泽。说功呢你不能贪尽了，也给同伴留机会。两个人一块做事，一个团队做事，功劳全是你得了，那绝对不可以。说功不能贪尽，给同伴留机会。留什么呢？留空间给别人。那老祖宗还说什么呢？说10分聪明用3分，留下3分给儿孙。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。说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。就天道既满，人道既全。真的都是非常有智慧，都是什么呢？都讲的什么？其实内在的核心动就是那个留白。留空间。过去讲空间讲的很多今天讲留白。那么人和人之间也是这样，也要留白。这个留白包括2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比方说就是物理的身体的这个留白。比方说你跟一个人说话，这个人总靠近你，靠得特别近。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跟你说话，一边说一边往你眼前靠，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压力，你就会想往后退，就好像需要保持这一个距离，你才能感觉到舒服。太远了不舒服，太近了也不舒服。留一个适当的空间。这是一种物理性的空间。那么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精神的空间。比方说有的人你对另外一个人他有什么事儿打破砂锅你想问到底，就把什么事你都要知道
那不好，你要给别人留一个私人的空间。他那个有些人不想跟你说，不想跟你说，你给他留着，留那个空间，你什么事都要钻进去，就要去问去，让人觉得就很不舒服啊。你大家想，我不举例，就生活中太多这样的情况了，什么事你问细了之后，你觉得你反正不得劲儿哈，就是他进入了什么，他非要进入你那个私人的那个空间，就是你之间没有什么，没有空白了。就再好的朋友也要保持一定的一定的距离，一定的距离。有的时候，你比方说这个精神空间啊，就陪伴，你就静静的待着就好了，你不用总跟他讲道理，总跟他说，总跟他说。他本来他需要什么？需要有一个空间，你把那空间填满了，他就很难受。他本来那块就很满，你又跟他说又更满，更满就更难受。所以你怎么我留白，留一个空间，我安静的陪伴，给了一个空间，让它里面满的东西在我空间里化掉就够了。我不太清楚意思没有？说生活中太多的这种留白的这种状况，你再比方说我们生活当中，说我们现在要保护大自然，要节约能源，爱护大资源，也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资源，这个地方有石油或者有煤炭，哇，这我们全给它弄光了，那你的子孙吃什么呢？啊，给后代呢，就是留那个福泽，留什么？留空间，其实都是留白。所以这个留白的这个内容啊，非常非常丰富。我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例子，就基本有我孩子的学校，他学校呢是个一个老牌的老学校，老学校呢大家知道在城市里面老学校地方比较小一点，所以这外面呢就是一条大马路，大马路。这个问题在哪儿呢？就是那个大门前面就是马路，就是有很多家长在要送孩子干什么事儿，就前面没有空间啊，就没有空间，就很拥挤的慌。后来呢，前不久他们学校要修修这个大门，这个门房，修这大大门头嘛，修这门口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，就是后来我们去看修了新的，这修那个新的呢，还往外又出来一点儿，我就觉得往外出来就把外面的空间能不能更小了？就外面那块空间，就是家长在那待，一待那边就是马路了，就很拥挤。而里面你多出来那一点地方，对整个里面那个校园好像没有多大的影响。哎呀，当时我就想，如果说这个设计的这位先生如果要是懂留白的话，我觉得就好了，就把门往里面缩一点点，缩一点点，你外面留下来一片空间，那就给外面的就是你留那空间之后，你看着这个门也舒服，不然的话这门整贴着马路，看着也不舒服。从观感上，从实用上留一个空间就很好，因为你门外面这片空间，并不是说这门外面就不是那个学校的了，是吧？你对面，它就好像这个门一定外面就是外面，里面就是里面了。其实就是能够留白的这种应用啊，在生活中真的是用的好了，这空间用的好了，那你会觉得哇，看着就非常舒服。你不然的话，你弄得挤得满满的，就是门口那块就外面就是车水马龙的，这块就一点小空间，家长啊，有时候孩子上学放学在那块非常拥挤，非常拥挤。所以呢，我就讲这个留白在生活的应用很多。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留白在我们锻炼中的应用。锻炼很多了哈，我们今天主要讲什么？在站桩中的应用。当然，这种应用你可以用到你的打坐，用到你的锻炼别的方面去，都可以用的。那么大家注意哈，就是你往那一站，站桩，我就觉得站桩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专门为我们的人生啊去创造什么？创造留白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往那一站的时候，你就讲我要留白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大家注意听哈。刚才讲那个白就是个空间，这白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像一幅画，你这儿点这个画，这什么？这块是个空的，啥都没有。那么留白，你往那一站，刚才你在跟别人讲话，别人在跟你说什么，电视机在响，往那一站的时候没了，这外界的各种纷扰退去了。刚才我在想事儿，是内在有很多念头，你往那一站，内在念头也退去了，就空间中的这些东西，哇，退去了。
念头退去了，空白了。你甚至你往那一站的时候，你还有身体呀，这个身体好像也消融了，没了，空白了。身体没了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身上的各种感觉也退去了。不是说往那一站就感觉这儿感觉那儿感觉各种感觉，当然开始可以有感觉，连这个感觉的最后怎么样也没了，只剩下广阔的那个空间。具体在做的时候可以这样，你往那一站，一闭着眼睛，耳朵好像也关上了，所谓七窍闭合，反观内视。你看平常我们的生命跟外界客观世界联系，靠眼耳鼻舌身，靠这七窍嘛，感官嘛。往那一站的时候，感官啪切断了，就像放假，工作停了，工作事全都不谈了，一样的道理。往那一站的时候，就和周围的生活啪切断了，就切断了你和外面客观世界的各种连接。但有点像什么呢？你切断了与凡尘的尘世间的信号的连接，就像那个手机啊，开启了飞行模式。飞行模式，那即使你不开飞行模式，你到天上坐着飞机到天上的时候，你没有任何信号。但没有信号的时候呢，你就和地面怎么样？暂时的失联了，失去联系了。那么站桩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你往这一站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和谁失联了呢？和世俗的生活失联了，和我的工作失联了，和周围的人失联了，周围的事儿失联了，也和什么失联了呢？也和贪嗔痴慢疑、怨恨恼怒烦和那些东西失联了。生气、烦恼等等，往那一待的时候，和那些全都失联了。我表达清楚意思，一待呈现出这种失联的状态。那个失联的那个状态就是个白，有杂念、有念头来了，你就不白啊。就像那幅画中，你又添了东西了，不添东西，空的，一待就是空的。就在这段留白里面，没有世俗的信号。当你没有世俗的信号，你不和世俗相连了，就和那个大道相通，就能够同步那个大道的频率了。你平常你的生命，你用电脑来说你的 CPU， 你的生命全是被谁占有了？生活中的眼耳鼻舌身被这些东西占有了。现在这些东西消停了，和世俗的这些东西失联了之后，就容易和大道相通了。我说心中就呈现出这种留白的状态，就往那一站，你一站，你就真的，我们把站桩叫树立，就像树一样待在那儿，像树。大家可以这么去想啊，你可以这么去理解，不是就是练的时候不用这么去理解。大自然就是一幅什么壮阔的水墨画，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？大自然就是一幅水墨画。好，在这幅无限空旷的水墨画之中，你就是一棵树。那个树就像什么呢？淡淡的一笔，淡墨一笔画在这画上，画在上面了，周围是一片空白。你往那一待，七窍全都切断了，跟外面联系切断了，没有声音，无声，也没有形体，也没有各种房屋，啥都没有了，无声无色，连我都没有了，我的
无我也无他，就是一片空白，就是一片空白。你就在这待着，就保持什么呢？保持飞行模式，不去开那个飞行模式，不去关掉飞行模式，不去跟中国移动联系、中国联通连接，关掉，啥都关掉，蓝牙也关掉，什么都关掉。就我这个手机现在关掉这些东西之后，跟周围没有任何联系了，没有任何信号了，没任何信号了。就像你坐飞机的时候，手机看不了了，有的人就好像你平常你精神完全住在上面，现在把它关掉了，让你精神得回来，保持那个失联的状态，跟周围联系都失去了。眼耳鼻舌身，无眼耳鼻舌身，这全都没有呈现那个状态。所以你往这一站桩，你往这一待的时候，说往那站，哎呀，我要得到什么？你就不是在我要得到什么，我要争取什么，而是什么呢？你往那一待的时候，就呈现出一种所谓有点静静的等待的感觉。说既然不动，感而虽通。你不动，啥都没有，有什么就来什么，有什么感觉什么，什么走了就走了。就是你不是要我为了争取什么东西，而是就是在等待，或者是傻站静等。所以你站在这儿呢，你也不是什么呢？我要表演一个什么，我要跟别人显示一个什么，表现出我怎么样，把那个我要表现出来，不是。恰恰你在那待着的时候啊，就是你在消融着什么，就好像我说的那个淡淡的一墨，淡墨一笔是那棵树，慢慢这个墨呢，哇，往外散开，墨晕啊，晕开，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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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这一片空白之中。你站在这儿的一站，你整个身体好像哇，也散出去了，开放出去了，化掉了。这个时候慢慢怎么样？你就融入那个白之中了。也可以说，你就不是在留白，你就是那个白。你就是那个白。我说清楚，就这种状态，就那个白呀，广阔无垠，万善俱备，那个是无限的那个空间。所以大家注意啊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说站桩啊，什么叫好境界啊？站桩的高境界不是说我要练出我多么强的气啊，我身体怎么样，能站多长时间，能站多么低，绝不是这样。它高境界不是能练出多么强的气，而是能创造出多么静的空。这个静也可以是安静，也可以是干净，不是练出什么东西，而是要什么，让那个空，让那个无非常的纯净，非常纯净。打坐也是一样，不是你打坐，我能打坐2个时辰我就怎么样，那2个时辰脑子里面你不停的想东想西，那也没有用。你在生活当中，我不打坐，我认真做事的时候活在当下，乐在其中，这也很好。所以你站桩不是在于你能练出多么强的气，而是什么？你创造了多静的空。新的一年啊，已经开始啊，就是我真的希望我们各位啊，既能够什么呢？有浓墨重彩的这种奋斗，在生活中奋斗，但也能够什么呢？要恰到好处的留白。有练有养啊，这也是养。生活中的工作呢也是练，你要去养。你站个10分钟，站个半个小时，或者长一点时间，或者一会儿站一下，或者工作之余站一站，待一待，就等于我这一留白，就等于自己给自己心灵、给自己的生命啊放了一个小假。大家注意哈，这个留白它不会耽误你成功哈。说我这站桩了，我在这待着空白了，是不是耽误我的事儿了？不会的。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哈，说反而它会让你的生命的画卷呀
更有层次，更有韵味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，我们就每个人，我希望就经常的或者每一天就给自己留一段那个白。大家注意，在这个空白里，就在你给你自己留的这个白里面，藏着书本，藏着生活未曾告诉你的秘密。因为生活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，一直在忙乱着。书本上的东西也是这样，写着看着看那个，你真正的那个真正那个秘密在哪儿呢？就藏在你所能看到的、所能听到的这些东西的背后，藏在那个空里，藏在那个白里。说在那片空白里面，藏着书本和生活未曾告诉你的秘密，那个生命的秘密，那个自然的秘密。好吧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锻炼来一起给自己给自己留白啊。好，安静好，安静。去往那一站，眼睛一闭，就眼球，我原来之前讲，眼球好像是睡着觉一样那种状态，耳朵好像也闭上，那个声音一下子退去了，眼睛一闭上，周围的房屋所有的东西都没了，都不在你的心里了。外面的事儿退去了，内在的想退去了，脚分开成后八字，有形有相的身体好像退去了，胳膊慢慢的上抬，你抬起的不是胳膊，而是安静，而是那个空间。身体微下，你就好像感觉自己一下子调成了飞行模式，像那个手机一样，信号一下没了，你不在那个生活的服务区了，不在朋友的服务区了，你好像在飞机上和地面失联。现在在你内在的空间里，和生活中的事儿，和那些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
一下子失联了。和自己的姓名、年龄、身体状况也失联了。真的，天地呀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一幅画卷，而宇宙当中绝大部分都是空的。你要与天人合一，而那个天99.99%很大部分都是空，所以你人也只有空才能和天合一。站在这儿，甚至都一动不动。你一动，它就不白不空。胳膊腿身上所能动者皆不动，连那个呼吸似乎都若有若无，连鼻孔的那个呼吸都若有若无。
安静。百会上脸，身体慢慢直起。脚慢慢合拢，手缓缓下落，重叠在肚脐上。静养。两手分开，处于那种飞行模式，和其他的信号都不相连，唯独和爱相通。敞开心胸，张开怀抱，手向上拉起，整个无限虚空只有爱。向上拉起，齐平。无限虚空，肩平。头顶上方无限虚空，安静，安静，停留一个呼吸场。这儿也是一个留白，慢慢下落，一片虚空。手经额头，面胸，
腹，注意双膝软，富贵婴儿。两手敷于足面，下按，上提，下按，上提，下按，上提，转掌，颈腿的后侧慢慢上升，指命门按，手向前，到肚脐，按，两手分开，安静，两臂阴掌侧起，抬起的不是胳膊，而是安静，是空，是虚空。成一字，安静，撒下，解开，向松，安静，撒下，解开，向松，安静，撒下，
想松，安静，色相，手没有肌肉，没有骨骼，是空的。看像松，安静，色相，像松，两臂慢慢下落，两手重叠在肚脐上，安静。好了，大家分开了手啊，睁开眼睛。就今天分享这个留白啊，就平常生活当中没事儿，你往那一待，哪怕可以就说犯愣神儿啊，一愣，一个留白，就像打个盹儿似的，一打盹儿就是一个留白。你主动一个留白，一留白，就好像一下子和从生活中间出来了，和大道相通了，和那个原始的大气就相通了。有时候哪怕留白一会儿几秒钟，你立刻就觉得就好像呀，精神的又来了啊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就锻炼到这儿了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